大家好，我是不二飞。因为个人原因我最近总是需要往武汉跑。具体为什么这个说来就话长了，也和本视频无关以后咱们找机会再说。上次做完武汉的视频拍了不少武汉的地方，但视频发完总觉得哪不对少了点什么。那直到上个月呢，我们的大武汉又火了具体的事儿我就不想在这里不断的重复了。我们大家已经看过不少的媒体在聊这个事儿了。那我之前呢，在北京默认大学都是不让一般群众进的，所以呢，就直接没有计划武大的内容。那后来一查呢，发现人家武大是武汉最重要的景点之一，暑期和周末是对外开放的。那这次呢，我就来蹭一波流量虽然这波流量都有点过期了那我呢就带大家逛一下我们美丽的武大。当然呢，常看我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自诩不是个旅游博主。我如果不输出一波观点那这个城市观察呢就关掉算了。而这次呢，我也希望武大能系好安全带我可一点情面都不留了。我只是路过武汉不是有意要来拍这个武汉大学的来了好多次了没有进来，然后他们说暑假就不用预约，随时都可以进来，来逛逛吧。我们家不是号称中国最美大学吗？最美大学，我们看看怎么漂亮不过有一说一人家武汉大学再怎么说让我进去了我在北京的大学现在是完全不让我进就是你要没有人领是进不去的。我们武大的杨小姐的事来龙去脉我就不重复的说了，这都已经是1个月前的旧闻了。杨小姐呢，在这之前呢，和这1个月中的骚操作也让我们对这位最强的女拳师有了一个更为立体的见解。那杨小姐的事我们后面再聊，我们先聊武大。那武大最牛逼的地方在于，这1个月他们都能保持让人震惊的沉默。沉默很显然就是这件在普通人看来极其简单的事，对于武大来说变成了一件非常难办的事。不然法院判决书下发的当天就该表态了。这事难办在哪儿了呢？我的观点可能和你们看到的大多数媒体上的观点会有一些不一样。首先，这种事已经超过了武汉大学过去管理经验的范围。而我想可能武汉大学过去一直秉承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也可以说是应对经验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本质上就是对事儿不对人。怎么解释这个对事儿不对人呢？就是只关注如何平息事件，而完全不在乎人的感受。你其实用这个逻辑去理解中国很多事的处理方法，就可以说得通了。在2年前武汉大学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就把肖同学给通报处分了。这么处理的目的只有一个，绝不是去为了杨小姐打抱不平，也不是要让肖同学吸取教训，而是尽快的让气焰嚣张的杨小姐平息下来，而让沉默软弱的肖同学继续沉默。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让此事速速结束，不要在武大的政绩上留有任何案底。至于参与此事中的人是否应该被惩罚，是否应该被关心，是否有违道德良知，是否有违教师的职业道德，甚至是否违反法律其实都不重要。在这件事扩大影响之前迅速结束掉，对于武大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以此类推为什么在法院判决已经下发了，武汉大学却又失去了当时的杀伐果断的处理能力了呢？因为过去那套对事儿不对人的管理经验没有用了。中国的事都有2套规则，就是喊一套做一套，这个大家都懂。而杨小姐因为大脑是单线的，她真的以为当时武大快速处理肖同学是为了维护她的权利，她就把这件本来在暗处的事非要拉到明处来处理。武大也傻了，杨小姐自己要跳水还不够，硬拉到武大一起跳，这就是当前大多数中国女性对社会认知的巨大偏差，叠加我们大学管理能力还停留在30年前的水平触发的核弹事件。中午正好没吃饭顺便就到这个学校对外的食堂吃点东西。这时候我已经热得有点虚了，
正好补充一点水分。哎，你好，这里扫微信就能结账吗？扫微信都可以扫。哦，好，谢谢。我给他。来是这个。好，帅哥，打。怎么打呀？就是放在一块儿是吧？对。来份这个。再来个藕片儿。还有点什么菜？三个菜多少钱啊？不收现。哦，不收现啊。就。想吃清淡一点的是吧？我无所谓。清淡点的。这什么肉啊？是蒙古肉，这叫蒙古肉。来一份这个吧，就可以了。多少钱？来给你算一下啊。我查给你，等会儿啊。16还可以。哎，好。这个学校食堂的饭啊是真的便宜，这么大一碗才16块钱。不过你说有多好吃呢？我只能说啊，的确能吃饱。而武汉大学这套对事儿不对人的处理方式啊，现在怎么就没有用了呢？因为很多人都醒过来了。当过去那套灌输给你的宏大叙事已经不能教你如何解决自己下一顿饭的问题的时候，也不能解决你失业了如何给孩子交学费的时候，当生存权已经变成了问题的时候，谁还会在乎这件事对名誉有什么影响？那些辛苦了多少年，考到了一个全国知名的985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发现，学校的处理能力如此恶心低劣，且没有任何责任感。这时候，武汉大学就不只是一个学校的问题了。此时，大家的信任已经崩塌。说来说去啊，其实大家应该感谢我杨小姐，是她让所有人看清了现实的残酷。那最有趣的一点啊，在我们的媒体受到高强度管控的背景下，这件事居然可以随意发酵。我们的审核人员一定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影响面有多大。他们可能认为这就是人民的内部矛盾，他们也乐见这种事扩大，好转移对其他事的注意力。其实这就是对上层官僚系统的不信任，已经快要到了崩塌的边缘了。好了，我们先逛一逛，缓缓劲儿。有一说一啊，武大还是很漂亮的。天哪，这要爬上去吗？我觉得我快刚刚要不吃那碗饭呀，就完蛋了。这外面绝对40度，只能躲在这个树荫底下。不过武汉大学这个建筑是真不错，非常有风格，非常适合来旅游。不过话说啊，这个这种楼有点让我爬中山陵的感觉。你们不要怪我这个口出狂言啊！确实这种建筑，除了那个底儿是绿色的，中山陵是蓝色的。啊，有一惨案。男生宿舍文物，我感觉我要能活着走出武汉大学，就是胜利。我去，是不是？真有逛那个中山陵的感觉。我觉得比中山陵气势还大。图书馆这个匾，哎呀，真不错。
看这细节，要不说民国的建筑好看，中华民国23年，国立武汉大学建。哎呀，这看书要爬这么高，冬天还好，夏天真的。我为什么说这是核弹事件？因为这绝不只是一个学校管理能力差的问题，也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男女的对立问题。大家之所以这么愤怒，一开始还只是对一个疯狂女权的愤怒情绪，而后来论文的事件暴露出了武大严重的内部管理问题，深夜问候博主事件又进一步暴露了武汉大学在处理这种自上而下的舆情的能力低下。他们过去一直都会向上管理，而需要向下管理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了。他的权力、位置，甚至工资、奖金是谁给的，他就对谁负责。其实今年从上半年到现在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协和的4+1，包括什么黄洋小姐的耳环，还有那位娜小姐的微博本质上都是对这种特权现象的忍受力不断下降的表现。这要是过去几年一个耳环、一个微博，怎么可能被媒体无限关注、放大到现在这种影响力呢？正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太不容易了，眼里都装不了沙子了。即使现在武汉大学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了，还会有下一个杨小姐出现，一点点小事就会引爆情绪。所以现在武汉大学的价值在于它的不动产，它这些动产没什么价值了，是吗？我自己觉得大学这个事儿吧，我们以后再找机会聊我之前已经聊过好多期了，就是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大学教育吧，所以大家来武汉大学可以当一个这个名胜古迹来欣赏，但是你要来这上学，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聊聊杨小姐这1个多月法院的判决、舆论的指责、学校的压力，好像对她完全没有影响。她还如同一个战士一样，继续为了维护她自己所谓的权利，做出更让人惊叹的行为，比如主动曝光和辅导员的对话。其实，我想给出一个和大部分自媒体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就是整个武大图书馆事件根本不是什么女权问题。真正的女权是什么，就不用我解释，你们自己去找 AI 问一下就知道了。整个事件就是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出了问题，无论男女。只不过现在中国的女性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第一呢，我们可爱的杨小姐就是个法盲，不知道什么是猥亵，否则她绝无可能去偷拍，也不可能去找学校处理肖同学，更不可能去法院起诉。即使杨小姐学的不是法学专业，可她是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武汉大学的硕士，而且即将被一个香港的大学录取为博士。他处理这种事件的方法可以说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泼妇的处理方式一样。他不是首先上网或者咨询律师询问这种事到底是不是猥亵，而是跑到学校找一个同样是法盲的辅导员去寻求帮助。这难道不是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讽刺吗？我们的教育真的就是专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再说一遍，这方面中国女性尤为突出。具体为什么，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和这个杨小姐有什么关系呢？
杨小姐到现在之所以还在为自己的权利奋力抗争，就是因为她过去的教育必然是利己主义的教育。这样的教育让她从来没有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有什么问题，她只知道保护自己，而对肖同学甚至武大的利益，她根本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中国绝大多数的女性都是在这样的教育成长下的。我说的是绝大多数，请不要对号入座啊！如果你不是，那我就真心的是恭喜你。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女孩在准备结婚的时候，向自己每个月只能挣几千块钱的男友要10几万甚至几10万的彩礼呢？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中国不存在女权，只有精致的利己主义就在这里？对于自己利益的维护，我觉得是每个人在生物学上的特征，男女都一样，这个无可厚非。女性的慕强也是多数的女性生物性决定的，无论是白人、黑人、黄人，我都觉得有这个特点，这也无可厚非。但当前的中国女性区别于这个地球上别的民族的女性有一个特点，就是她们没有同理心，她们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她们心里只有自己，这就是区别。不要将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和女权混为一谈。你们去看看日本和韩国的女权运动，那里面真的是包含了为了维护女性地位的抗争，虽然最后都走到了极端，但中国的女性们绝对不是女权运动，只有利己主义。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女性，她们会因为快递小哥来晚了一会儿，就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她们真的就会在衣服都没有穿好，甚至还在化妆的时候，让出租车司机在楼下等他们10几20分钟。这些不用我说，我想各位估计在视频平台应该看到过很多类似的事件了。所以这是女权吗？拜托，这就是自私好吧。但为什么中国的男性就没有这种表现呢？因为中国的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接受表面的那套社会运行规律，而主观忽略深层次的社会规则。什么是表面的社会运行规律？举个例子，当所有人都告诉你考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的时候，就真的以为努力高考就才能有好的未来吗？这就是这套表面的社会运行规律在起作用。那什么是深层的运行规律呢？你们看到那些考到清北或者985，后来有了一个令人羡慕工作的人，这只是让你们看到的一部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些人是否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否有更为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否有着你无法企及的人生阅历。总之，如果你只看到社会运行的表象，就无法认识到这个社会的全貌，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杨小姐就是那种单纯的只能看到社会运行表象规则的女性。她在做出低劣的手段去打压肖同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地晒出了香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她觉得她自己已经是个人上人了，就可以证明她所做的一切的正确性。而她看不到这个社会运作的内部规则，她可以是法盲，没有道德，学校甚至也可以跟着她一起往下坠，但法院不可能随便去栽赃一个正常人，否则你想象一下，这个事儿可就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了。中国的女性都在犯这种只看表面不看内部的错。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女性在结婚的时候要这么多彩礼啊？你真的单纯的觉得有了几10万的保障的时候，你的婚姻就能幸福吗？我告诉你们，我发现了一个真理，我所见过的所有的真正婚姻幸福的家庭，绝不是靠金钱维系的，他们真的是要找到那个在性格上、价值观上匹配自己的伴侣。这个和什么社会地位学历金钱甚至年龄都没有直接关系。而社会就只会教女性去看那套表面的规则，而如何找到那个和自己匹配的另一半，这是一种能力，不但要了解自己，还要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要真的去了解对方，这一点也不简单。中国大多数的女性就是没有真正去了解男性的能力，所以他们才会拿一个无比简单的标准去衡量婚姻这件事，就是你为不为我花钱。我知道彩礼是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华人都保持的传统，但你真的去看其他地区的华人，有哪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把女性当做一个商品在销售？所以我说，中国女性不但自私，而且还傻得惊世骇俗。当然，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都生长在这种利己主义的教育模式下，男女都一样，男人也有自己的问题，这个我们以后找机会再聊。雷军楼这造型也跟雷军的这个风格差不多是吧？跟咱们现在这些高科技公司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设计。关于雷军这个嘛，我实在是不得不说两句就是以社会名人出资，对吧？捐助学校，给他冠个名，我觉得是没任何问题。但是这个名人呢，你要考量一下他的道德水平。
你光有钱不行，对吧？光能挣钱也不行。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就完全不考量这个道德了？那你只要是校友，挣了钱，捐了钱，就可以来冠个名吗？反正关于小米啊，回头再吐槽啊。华为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这不再说了。这小米最近的骚操作实在是多的有点过分了。看来这些事儿都聚在武大头上了，绕都绕不开。湖北国家应用数学什么中心，武汉数学与智能研究院，数学与统计学院，雷军楼，雷军科技楼。搞科技的人就只能配住这种楼。哎呀，实在是在中关村啊、海淀啊见太多了这种楼，10000个提不起兴趣。走了，拜拜，武汉大学。今天实在是把我热坏了。这是我有史以来走过最长的这个一个景点了吧？走了，我看一下，好像光这个里面走了1万多步，反正1万多步是多少公里啊？反正估计也5公里有了。哎，刚刚在食堂已经低血糖了都，喝了碗粥，再补了点饮料，缓了缓。武汉的天气啊，真的是要命啊！我这从贵州来的，是一点都不适应。要不是有特殊原因，我真不愿来这个城市。你们也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啊，这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评价。其实这个地儿是真不错，关键是人，就跟我上一个说武汉的视频一样，地儿不错，人有点不给力。看来武汉大学这个事儿吧，还得洗一洗，不知道他们要拖到什么时候。你看这么多家长带孩子逛着学校，看来是个……原来我对武汉大学没有什么认知啊，看来是个特别被重视的学校，985-211是吧？虽然没有北大清华那么多人嘛，北大清华这每年到暑假，我去，这人都堆满。哎，可怜天下父母心，要把孩子送到这儿来。好了，总之杨小姐的问题本质上我觉得就是时代造就的。这一代的女性太过于关注自己，没有同理心才是她们最大的问题。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寄希望时间这把杀猪刀改变这一切了。但武大的问题才是我想说的，因为这远比那个自私的女性要重要的多。武大的问题不只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的问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管理方式需要改变了。你们看那个晚上跑到别人家里还准备威胁博主的武大的某老师，他们可能为了现在的位置奋斗了大半辈子，这个位置可以让他们不加思索的对任何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人随意呵斥和谩骂，甚至是威胁。我们能看到他对这些威胁到他屁股的人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愤怒，所以他一定要展示出自己的权威来。可是我的感觉是，时代已经变了。我一直说，现在才是最好的时代。过去那个陈词滥调早就该被打破了。武大必须对他们所做出的一切做出解释，不然他们侮辱的可不是所有现在和曾经在武大上学的同学们，而侮辱的是整个中国的教育系统。而很多事在迎来变革之前啊，都会变得更差。感谢杨小姐把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来。好，谢谢大家，我是不二飞。
速75，予以超速。